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上海振华重工。上海振华是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就是专门生产港口使用那种龙门吊。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那跟美国还有跟德国媒体最近报的这个公司有很大的关系。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就是美国的国安官员，还有美国的五角大楼的官员。就是五角大楼，大家知道吧？就是美国情报机构，对吧？说中国上海振华生产的港口龙门吊对美国的国安形成威胁，可能对美国构成监视或破坏的风险。中国方面听到这说法之后呢，就真的又好气又好笑，对不对？中国方面称，美国这样的说法就是基于偏执狂的行为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港口80%的那种重型起重机，就是那种龙门吊，都是中国上海振华制造的。更好笑的是，美国国安官员还有五角大楼的人称上海振华龙门吊是特洛伊木马。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美国港口的包括几个军港使用的上海振华龙门吊，可能会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作为间谍的工具。真的让人又可气又好笑。中国那么厉害了吗？连美国港口使用那种龙门吊都成了中国政府这种间谍工具。其实美国一直是非常民族主义的国家，又自负又自大。想到龙门吊，我就想起一个2013年时候一个笑话。怎么说呢？可以说是笑话吧。2013年的时候某一天，当时的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美国某个港口举行一次演讲，演讲的主题呢就是关于美国制造。那天是这样的我们看 CNN 这个素材，那天的天气还不错，微风习习，那舞台打好了，从画面可以看到，演讲的背景呢就是这个港口的龙门吊，排得非常整齐，每台龙门吊上面都有美国的国旗，对不对？到目前为止看去呢非常正常。可是呢突然来了一阵风，然后呢有一台龙门吊那个貌似纸板那个美国国旗被吹翻了，然后慢慢的吹走了。好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个工作人员试图呢扶正这个美国的国旗。可以看到这时候呢亮点来了，这个美国国旗呢被吹走之后，露出了上海振华 logo 以及振华2个中文的汉字。美国现场这个工作人员试图又把这个纸板美国国旗又盖到这个振华这个 logo 前面，可是呢没有成功，因为这个美国国旗太大了，可能太重了，所以呢最后他没有办法，就把这个国旗移走了。到奥巴马演讲的时候，他站在前面，然后大谈什么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制造，可是呢后面有一台上海振华制造的，也就是中国制造的重型起重机就在那里赫然站在那里，露出了上海振华 logo 以及刚才说到那个2个汉字。后面的观众或是听众一看就知道，你看振华是中国制造的，对不对？然后呢你时任总统奥巴马大谈美国制造，是不是太讽刺了呢？同样讽刺的呢是时任总统特朗普，当时呢在大谈美国优先美国制造，现场非常热烈，有非常多特朗普的粉丝，他们戴着特朗普那种选举的帽子，一边在台上特朗普大谈美国优先美国制造。好了，有一个人我看见呢用手机拍摄了有一个人把那个帽子把它转过来，露出里面有一个 logo 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这又是第2个例子。还有第3个例子也是很搞笑的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也是呢接过时任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对不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拜登到美国一个港口叫巴尔的摩的港口去大谈美国优先，也是美国制造港口官方机构发布的照片显示如果放大显示呢，可以看得见上海振华它的 logo。可是呢美国官方几天后，也就是他演讲完之后呢发布的照片，这个港口这个龙门吊被美国有关机构呢用美国国旗把它盖住了。也就是说，其实呢美国官方呢是心虚的，没办法要糊弄美国老百姓，那只能用这个美国的国旗来盖住。可是实际上美国很多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
前面提到，《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80%的港口这种龙门吊都是上海振华制造的。现在，德国媒体也跑出来刷存在感。德国电信网站引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来源，称美国对使用上海振华龙门吊表示担忧，而德国呢，也对使用上海龙门吊表示担忧。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作为特洛伊木马的集装箱龙门吊起重机，中国的起重机，德国港口面临间谍活动的风险。配图说明，中国产品是否在秘密收集数据？来自中国的集装箱龙门吊可能收集西方港口的数据，对此美国已表示担忧。来自中国的浮动港口起重机可能对西方构成新的间谍威胁。据说美国安全机构担心，这些设备不仅可以装卸集装箱，还可以收集和传递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军事圈子里，这种起重机已经被称为特洛伊木马，这主要是指上海振华的产品。龙门吊的传感器可以读取集装箱的数据，这些数据在装载过程中被用来将集装箱搬到正确的位置。除了集装箱的编号外，还可能包含原产地和目的地。美国当局担心，集装箱内的货物有关数据也可能被记录和传递，例如军用物资。此外，根据美国前情报官员 Boyle Avanina 的说法，振华起重机可能被远程控制，在最坏的情况下会使港口瘫痪。在德国也运行着几台振华起重机，这是合法业务的完美结合，也可以伪装成秘密的情报收集。Avanina 告诉美国报纸，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大使馆的一名代表曾称，这种猜想是偏执狂驱动的，并指出关于来自中国威胁的谣言是不负责任的，损害了美国自身利益。中国公司上海振华制造的集装箱龙门吊也在德国使用。据专业网站大型起重机新闻报道，2019年汉堡港安装了3台振华起重机，1年后还有2台抵达，仅在2019年就装卸了693.4万个单位。自1994年以来，汉堡港集装箱码头一直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卫星数据对仓库中的集装箱进行精确定位的集装箱码头。司机和集装箱是通过数据系统自动分配的。德国自民党政治人物的担忧，在接受《图片报》的采访时，自民党议员弗兰克·穆勒·洛森特里特表达了他的担忧。当美国当局警告说上海振华设施有间谍风险时，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联邦国防部前管理人员负责人 Nico Langer 警告说，中国在德国的间谍活动和工业间谍活动也非常活跃。他告诉《图片报》，据媒体周一报道，德国政府正计划禁止在 5G 移动网络的基础设施中安装中国制造商华为和中兴的某些控制元件。联邦内政部的一位发言人周二表示，联邦信息安全局 BSI 目前正在审查 5G 基础设施中的各种安全方面的各种组件。对中国技术的抵制，对此已经有了政治上的共识。绿党副领导人康斯坦丁·冯·诺茨周二在巴伐利亚2台表示，轻率的、不加考虑的在关键基础设施中安装源自中国的技术是鲁莽或天真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进行更仔细的检查是好的。基社盟数字政治家 Reinhard Brandl 也支持这一行动，但他说这一行动来得非常晚。最近，中国公司中远集团对汉堡港的持股引发了一场全德国范围内的辩论。最初，中远公司想在那里获得35%的股份，联邦政府禁止这样做，允许中远持股低于25%。华为和字节跳动引起注意。在美国，长期以来，他们对中国技术在美国的发展存在大量担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华为公司，它除了生产智能手机外，还生产天线和移动技术。它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被认为是 5G 技术的市场领导者。在担心它可能被用于监视美国公民和机构之后，该公司的产品于2022年11月在美国被禁止。对此，美国的理由是不可接受的风险。华为多次否认了向中国政府传递数据的指控。视频平台 TikTok 背后的中国公司字节跳动也受到了批评。许多美国政府机构的官方手机不允许使用该应用程序。现在在美国，甚至有关于禁止该 APP 的讨论。美国政府欢迎跨党派提出的禁止有争议的视频应用 TikTok 的法案。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白宫欢迎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和他的共和党同事约翰·图恩在星期二提出的法案。由于近年来西方特别是美国发起的对中国各种各样的打压、遏制、制裁，可以发现西方已经不淡定了，他们可以捏造任何一个理由说中国这种产品对比如说美国的、德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威胁，比如说华为啊、中兴，对不对？还有大疆，反正很多啦，甚至连字节跳动下面的那个 TikTok 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过去这几年，首先由美国发起的对中国贸易战，然后延伸到科技战，对不啦？还有舆论战等等等等，美国发起，然后他那些盟友啊、那些小弟积极或者是消极跟进，反正捏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并不是中国技术真的那么邪恶，而是西方草木皆兵。对，我觉得用草木皆兵非常的合适。一个龙门吊怎么可能对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形成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呢？对不对？就说明你草木皆兵了嘛。什么意思啊？就说明自己不自信了，很多东西技不如人了，所以才会这样。而且也是他们自己真实的写照。以前的曾经干过的，或者是现在正在干的勾当，他们西方这样干，然后呢，他以为中国也会这么干。另外呢，很明显，当年中国还弱小的时候，矮矬穷的时候，西方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按照西方自己的利益出发的国际规则，对不对？那时候中国只能接受还有遵守这个规则，比如说全球化，还有世贸组织等等，中国积极参与，按照西方的规则啊。中国有自己的制度，中国政府的执行能力、资源调配能力特别强，又加上中国人呢特别的勤奋、智慧。经过30年、40年中国埋头发展，而西方在同一时间搞选举、搞选战，一天到晚就是想到选举、来回扯皮。同时呢，中国高速发展，经过了30-40年，西方突然发现，哎呀，不行啦！原来那个矮矬穷，现在变成了高富帅，所以啊，让西方特别的羡慕、嫉妒、恨。这真的是真实的写照。我真的认为啊，西方现在就是对中国羡慕、嫉妒、恨。按照这趋势发展下去，世界霸主的地位很快就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使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场合来遏制中国。而今天我们说的上海振华这个龙门吊，他们以这个为借口，说龙门吊甚至呢对世界第一强国造成了国安威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快速的上升，与西方相对来说，那肯定是下降了，对不对？然后呢，西方现在变得不自信了，但是呢又不服气，同时呢又竞争不过中国，那怎么办？所以他们采取鸵鸟心态，我竞争不过你，就不跟你来往了，就像3岁的小孩一样。所以啊，以美国为首的，对吧？他带领他的小弟要与中国脱钩，而德国呢是特别紧跟美国一个国家，真的就像他一个殖民地一样。所以从过去几年骚操作来看，西方真的是啊撕下他们的伪装，连避脸都不要了。而今天关于上海振华龙门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反正先污蔑你，让你莫口难辩，就这样。今天有美国国安官员以及有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出来说啊，上海振华的龙门吊是中国政府的间谍工具，他们是在侮辱全世界人民的智商吧？那么后果很明显，也就是西方国家可能呢像当时对待华为一样对待上海振华这个龙门吊，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命令美国各个港口把它拆出上海振华这个龙门吊，德国呢可能也会叫汉堡港拆出，反正已经卖给你们了，你拆出就拆出吧。中国这上海振华可能有一定的损失，但对中国整个国家有大的损失吗？我觉得不一定。有损失当然有，可能那么小一点，没有了西方的市场，但是中国还有全世界广大的其他国家市场啊，对不对？与中国脱钩，打压中国，造成的后果是没有那么价廉物美的质量过硬的东西，那你西方国家要花数倍的价格可能去买其他国家龙门吊，那又何必呢？对不对？这只是个侧面啊，
各种各样的方面与中国脱钩，那导致的后果就是西方国家老百姓可能要花数倍的价格，就像当初像德国，你看制裁人家俄罗斯的能源，导致了德国要花4到5倍的价格买美国的那个液化天然气一样。这种脱裤子放屁的东西啊，就是西方国家能做。与中国脱钩的后果很明显，西方国家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因为同样的价钱，以前买的东西现在只能买1/5了啊，也就是生活水平可能下降4、5倍。当然不可能是每样东西，因为不可能每样东西都从中国进口，对不对？但是整体来说，西方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肯定是直线下降，而对中国没有很大的损失。西方这样做鸵鸟，关起门来自爽，造成的后果就是恶性循环，对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苦，国家的税收越来越少，西方的企业没有竞争力，那导致倒闭的企业越来越多，失业率越来越高，等等等等，对不对？西方国家既然自己要这样，那就让你们自作自受吧。当然中国的损失，但是中国的损失并没有西方想象那么大。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想好了就释然了，西方相对来说与中国脱钩，导致他们越来越衰落，那对中国不是更好的事情吗？因为中国这个上升趋势是阻挡不了的。所以这么想，我自己呢就释然了。虽然心里有的时候很有气，但是呢，西方相对来他们的衰落肯定是不可逆的，这对中国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只是有的时候看着西方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抹黑中国，我自己觉得好像吞了一只苍蝇下去一样，非常的恶心。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你们觉得像美国、德国认为上海振华这个龙门调对他们的国家安全形成了威胁，你们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希望大家踊跃参加讨论，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